瞧瞧，这些是德国港口的实拍图，上面堆满了准备运往乌克兰的大批重型装备，有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车等等。但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援乌装备，因为在2月21日，乌克兰军情总局发布了用黑鹰执行任务的照片，并配文称，乌军情报人员正驾驶美国 UH-60黑鹰多用途直升机执行战斗任务。该型武装直升机大大提高了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能力和执行特种作战的效率。于是，这款此前没有任何国家宣布过向乌克兰援助的黑鹰直升机，就正式出现在了乌俄战争的前线。从公布的照片中，我们发现乌克兰拿到的黑鹰，看涂装应该是 ACE Aeronautic 公司的 N60FW， 这是一款多用途飞机，它可以用于民用和军用航空运输，也可以用于搜救和救援任务。N60FW 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拥有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飞行任务。到了乌军手中，它便是军用型的 UH-60A， 有武器使用能力。我们都知道，乌俄战争1周年的到来，让双方都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乌军忽然放出这样的消息，难道是想试探俄罗斯的反应吗？大战在即，突然放出这样的消息，按常理来讲，大家的反应应该是光明面上的海马斯、火箭炮、反坦克导弹、坦克和装甲车都把亲乌俄军打得溃不成军。现在乌军的特种部队突然有了改进后的黑鹰直升机，就说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是不透明的，只有在战场上发现或者乌克兰方面发布后，外界才会知道西方向乌克兰援助了什么秘密武器。万一哪天乌兄弟突然掏出120架 F-35、F-22B2 来，那亲乌俄军不得直接被干懵逼了？乌军就是想让亲乌俄军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我们还有哪些底牌，早日投降是你们最好的选择。但这一回大家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因为旁边接收黑鹰直升机的部队是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的特种作战部队，因此不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反攻作战中，乌军国防特种部队搭乘黑鹰直升机对俄罗斯实施特种作战的可能性，甚至会秘密渗透到俄罗斯境内，进行一些敌后破坏的任务。实际上，从2014年以来，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一直挺活跃的。比如，西方媒体一直怀疑俄罗斯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和火灾事故，又或者是俄罗斯军方一直不承认的数名高级将领的损失。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游击战术和机动防御战术是乌军阻挡亲乌俄军的一道重要防线。那乌克兰特种部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其实，从2015年底在顿巴斯东南地区遭遇一系列军事挫折后，乌克兰就下定决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种司令部。仅在2015年至2020年间，乌克兰的国防预算就增加了100%，从29.6亿美元增加到59.2亿美元，旨在提高乌克兰军队现代化的作战能力。乌克兰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而美国和欧洲又一直希望乌克兰成为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所以在乌克兰提出相关计划后，就立刻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那一个个是既出钱又出力。其中收益最大的便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原本乌军特种作战部队人数约为2000人，被分别编入了不同的特种作战团队。但由于乌俄战争的爆发，乌克兰国防部增加了1000名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人员，现在应该约有3000人。他们会定期参加北约军事演习，包括近几年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涉及北约和非北约伙伴国家的多边和多国培训计划。比如2015年，美国主导过一项秘密培训计划，其目的就是帮助乌克兰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特种部队，针对的目标就是其境内的分裂势力。又或者是2019年，乌克兰第140特种作战部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北约特种作战部队认证的非北约单位，并且被允许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下进行部署。而为其授课的北约军事顾问很多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拥有丰富战斗经验，其中就包括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英国 SAS 特种空勤团。
SAS 的日常训练很有特色，除了一般的体能以外，谁能想到他们还要经常练芭蕾舞和瑜伽？理由是练芭蕾舞可以增强力量和平衡性，练瑜伽可以锻炼耐高温。这在沙漠地区作战是必备技能，而经过魔鬼般的筛选和训练 ，SAS 的战斗力就不用说了。SAS 有一个标准，执行 CQB 任务的时间必须保证控制在4秒以内。就是说，比如屋子里有恐怖分子，还有人质 ，SAS 从踹门进去到消灭所有敌人，前后不能超过4秒，当然还不能误伤人质，不能跟俄罗斯似的，动不动就劫匪和人质一起突突了。SAS 的特战精英个个都是身手不凡，所以退役后也特别吃香。英国的情报机构就特别喜欢招 SAS 的退役老兵，专门负责外勤任务。可以说，现在的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欧洲与美国的帮助下，已经成为了一支被高科技武装到了牙齿的队伍。其装备除了常规武器以外，还包括先进的夜视镜、便携式实时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通信设备等。乌克兰特种部队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来自俄罗斯的非正规分离主义部队。但谁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他们的对手就变成了俄罗斯的正规部队。在俄乌战争爆发期间，乌克兰特种部队曾在基辅郊区，尤其是布查、伊尔平、霍斯托梅尔等地，有效阻挡了俄军的突击，对其造成了一定的杀伤。在敌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又采取了非常规战术，包括但不限于对俄军补给车队、前哨在内的目标进行袭扰，同样达到了不错的效果，曾一度成为俄军补给线的噩梦。今后继续伴随战争的发展，乌克兰特种部队很可能会遭遇到来自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攻击，那时才是对他们真正考验的开始。从战力对比上来看，俄罗斯军力明显更胜一筹，而且随着俄军的战术进行调整，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减员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如果从特种作战的角度来看，想要抗衡俄军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乌克兰特种部队应该继续使用袭扰和偷袭战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消耗俄军的人力和物力，在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上扎进一颗钉子。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西方的手中持续获得补给和情报是至关重要的。而现在黑鹰直升机的出现明确就证明了这一点。乌克兰凭借北约优势的侦察和情报体系，就有可能将战火烧到俄罗斯的境内。除了继续攻击补给线外，他们甚至还可以执行情报收集和支持短线进攻，为乌军提供精确打击的坐标、击杀俄军关键人物等任务。所以，黑鹰直升机的加入对乌克兰特种部队而言，无疑是如虎添翼。自1976年诞生后，世界各个热点地区都少不了黑鹰的身影，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将。黑鹰原名 UH-60 中型通用直升机，是由美国西克斯基飞行器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为美国陆军设计生产的4旋翼双发动机中型通用直升机，定位很明确，是一款通用直升机。什么是通用直升机？简单说就是可以进行运输，称为运输直升机，也可以挂上空地导弹、火箭弹进行对地支援，变身为武装直升机，也可以进行救护、侦察、反潜等任务。因为其一专多能，具有多种作战能力，所以称为通用直升机。黑鹰也因通用平台的优异性能，衍生出了许多型号和版本，彰显了其近乎完美的通用性。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直升机夜鹰，美国空军特种行动机铺路鹰，澳大利亚武装直升机战斗鹰，美国海军反潜运输直升机海鹰等等。除了美国以外，还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 UH-60， 这些出口型号一般都称作 S-70 直升机。UH-60 以其至今4500多架的生产量，成为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直升机之一，更证明了其设计的优异性。黑鹰直升机是个大家伙，其长宽高、主旋直径、尾桨直径等设计的近乎完美。它总重量大约有10吨左右，最高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62公里，续航力2小时以上。机腹吊索挂钩可吊起4080千克的货物，比如一门105毫米火炮或一辆悍马，能够很好的满足其使用的需求。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军事指挥侦察作用，这款飞机配备了大量的先进电子设备，并且还有专门的防红外线干扰的设备，这样就不容易被敌军干扰。UH-60A 的机组编制为3人，包括2名飞行员和1名机工长，都配备有装甲座椅。一般情况下，该机可装载11名士兵，紧急状况可装20名，也可以去掉8个机舱座椅，改为运送4个担架。正副飞行员均有装甲防弹座椅保护，该座椅能抵挡23毫米机炮炮弹的命中。而在滑动舱门前方机枪手窗口的外部支架上，还携带有2挺安装在机门处 M144武器系统上的 M60D 航空机枪。后来也可安装火力更猛的 M134米尼港6管加特林机枪。在其所有战绩中，最知名的当属1993年10月3日，美国政府派兵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协助提供大饥荒下的援助资源，以及捉拿索马里军事政府的2名高级将领。行动由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部队的120名特种精英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受命深入摩加迪沙，完成这项双重使命。在这场战役中，数量不到100人的美军突击队必须对抗5000名以上索马里军人的猛烈攻击。在人数和火力相差50倍的紧张情势下，一场无可避免的战役展开。他们与索马里军队发生了激战，结果美军有18人阵亡，73人受伤，索马里军队有上百人阵亡。尽管此役是美军自越战以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也让美军此后从这个战乱之国撤离，但黑鹰的卓越表现仍得到美军和多国武备专家的肯定和推崇。由此可见，黑鹰配上美国特战队的战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原乌的黑鹰从何而来，有一些分析人士猜测，这很可能是曾经阿富汗的那批货。2014年后，由于制裁缘故，美国政府宣布不再为原阿富汗空军的米8、米17和米24等俄制直升机提供从俄罗斯购买零配件的服务，转而从东欧国家采购。此举还一度引起俄罗斯政府抗议，这也导致原阿富汗空军的米8、米17机队妥善率不断下降。而作为补偿，美国政府就向原阿富汗空军援助了一批 UH-60A 黑鹰直升机。这些早期型黑鹰属于封存装备，在起风后不仅进行了机体延寿，而且针对阿富汗的特殊环境进行了特别改装，尤其是换装大功率发动机，以提高其高原性能。而在援乌这件事上，美国政府就曾将原阿富汗空军操作过的米17直升机援助给乌克兰。美国政府认为，原阿富汗空军的所有装备都是美国政府为其购买的，美国政府拥有所有权，原阿富汗空军只有使用权。既然原阿富汗空军已经不存在，那美国政府自然拥有处置权。所以，美国政府既然能够向乌克兰援助由原阿富汗空军操作的米17直升机，自然也就能向乌克兰援助由原阿富汗空军操作的黑鹰。但不管黑鹰从何而来，受到鼻祖特训的乌克兰特种部队加上改进后的黑鹰组合，必定会在如今大战的关键时刻起到巨大作用。好了，关于援乌黑鹰和乌军的特种作战，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